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剑姬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然后它的一个对线情况。剑姬这版本不是很理想，就怎么说呢？本来这个版本就是大家就是那种，他就是逼着你打架的一个版本。这个版本不打架，你想要赢，靠带线也不是不行，肯定可以，但很容易就暴毙，就队友暴毙的。像剑姬打兰博本来就不好打，这版本兰博也是线霸级人物。对面兰博应该是加 Q 的哦，不是哦，会玩哦。选择了学艺，那学艺的话，那前期他就压不到剑姬啊，有点，我感觉是有点，我以为他有想法呢，原来没想法的，有点呆哦，果然分段不高，看起来是有点呆啊。然后他前期先漏兵，走位小溪，这里走一下位置啊，调整一下。找个机会 Q 他，然后想打被动，但这里打了个弱点。他好像已经漏2个兵了，漏2个前排兵，你可以看到这等级差就非常大了。哎呦，点燃烫死！这波交闪也没用啊，因为肯定是被烫到点燃烫到死。只要这波兵线进去就不亏，这样的话还能是回推线，对方得一整波兵线都会亏掉，很舒服。啊，但怎么打着打着打小兵了呀？这个小兵不给力。但你要看没有，这就是数字啊，3级打2级要被对面换掉，啊，这就是现版本的兰博。Q 上来，直接 W 抵消对方的伤害，他肯定会反制你。对面伤害爆发挺高的，一个 E 加一个 Q。A 了2下，应该是2个 E 吧，应该2个 E 都命中了，刚刚是2个 E， 他这个 E 技能也是增强了。现在兰博有个调整，就是削弱了 Q 技能的那个伤害，削弱了 Q 技能的伤害。还有百分比伤害，但加强了2技能和3技能。现在他的那个3技能的法术伤加成就是更多了，还有就是 W 技能的护盾变厚了，然后提供的最大生命值那个也变多了，所以你会发现。他现在你去跟他换血的话，兰博换血现在有点强过头了，不要给对面换的机会，对方没大招了的。然后剑姬现在就是很尴尬，哦，换了，对面过来抓，这样子换是肯定是赚的，因为拖了对面打野的节奏。其实兰博到最后他还是亏线，因为这波线的话，对面有2个炮车的，对面其实已经炸了，就是从上一波兵线来说，他就已经炸穿了。像刚刚那波为什么点燃而是给到对面兰博，就是因为他扛塔，他在扛塔的，所以点燃才给到他。就有时候你的点燃可以稍微捏死一点点，这一波不要跟他打，等要把兵线给推过来。
这个兰博又开始控温了。往后拉的话打不到肉点了，大招的话打不出来没关系，让他亏这个线就行了。对面就只能闻经验。哎，这里往上顶的原因就是想让对方，但赵信看到人了还上，肯定上不了的呀。那赵信应该要被留下来了。其实赵信完全就不能上刚刚那一波。主要是没大招，队友应该要看一下剑姬的大招才好。只看到阿离过来，就是打了，就是两边互换了状态以后，阿离出来以后，打野就已经不能再上了。他肯定后面有人的呀，后面还有人的。那线上路有线权。队友给出来一个信息，想要打先锋放龙。对面兰博其实还是挺急的，因为他限制不了剑姬的发育。哎，赶这么远，那就可以直接打。就赵信可以过来先打人，帮忙打人的。一个闪现接 Q 啊。如果你玩打野想要稳一点拿先锋的话，肯定是要帮一手上路，然后转头去拿龙就拿先锋就更好。前期发育还是很不错的，但他想要拿评分，剑姬想要拿评分很难受，因为他不能正面团，他一定是带线，然后支援，做切入、绕后这种打法。这样的话，就是他一定是正面，不会说遇到很多敌方英雄伤害啊，然后造成敌方多个英雄伤，就是给对面啊多个英雄造成伤害啊，就是体现他那个团战的那个数据的话，剑姬是很难的。那这波队友正面打输了，那就不用去了，直接推塔就行了。去了也没用，说实话，这一波大招直接给啊，没闪现有点难杀对方。对面有可能会包过来，能杀就杀，杀不了就走就行了。像这样子，其实其实有吸队友的血。这样子的话，这样子的打法的话，剑姬其实就是。要么就是打穿对面，然后让自己的优势辐射给队友；要么就是打不穿，或者说有优势但不多的那种。然后呢，得靠队友正面扛住压力，然后在线上给到那种单带的压力，给到对面，让对面难受。这一波如果没人来单防的话，肯定是可以破高地了啊。对面有人来了，这个血量的兰博可以越塔的。满血兰博还好，有机会，因为这一波有闪现的，稍微拖一拖，怎样都是能单杀这个那个兰博的。可以看到，他第一件做3项，第二件的话直接魔中。这2件装备成型以后，伤害就很离谱了。然后再做个破剑者，让自己的带线能力啊突破到极致。这局看到没有？这剑姬就这样子，如果要打团的话，就只能绕后。其实你就把就是怎么说呢？你在线上你就是单带。然后你如果要来打团的话，你就把自己当成打野来用就行了。这一波找一波机会，闪现过来直接突对方，
对方直接交闪现，那应该是活不了了，有可能这个血量啊被控制到了啊，阿里还有大招。这一波说实话杀就是为了去杀那个兰博，其实杀那个兰博已经没什么太大的收益了，属于是冲动操作。其实剑姬就是这样子，他如果打正面团的话，操作就是他的剑姬在团战里面的上限并不高。但你会切入，会去支援收割，这就是玩剑姬的一个上限。这里的话，中路推过去以后，直接往下路走，赵信稍微绕一下，来过来，对方金身。对方不用魅惑，而是直接选择金身，这是意想不到的。过来包一下 ，W 魅惑现在才给，对面阿里好懂啊，没了。这阿里有东西的，他就等你 W 交完以后，再那个给控制。像他那一波在2塔的时候，为什么给金身，不是回头给魅惑？如果正常阿离的话，看对方要到塔边的时候，肯定会给魅惑，对不对？但这个阿离很懂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他前期能来直接跟着打野过来刷上路抓剑姬，其实就很懂，因为不能让剑姬发育起来，让剑姬发育起来，你一直有边路压力的话，你就会很苦恼。所以下路为什么他现在不去带的原因，一个点就是，你再怎么带，下路高地已经掉了。现在其实不能打团啊，因为，队友又打起来。其实对面掉人了，可以直接去拿龙都可以的。对面赵信复活，自家赵信复活了。利用这个破剑者3个炮边，应该是能推个2塔。高地看能不能破。对面有手，直接拿大龙，射手在单带。这局成分很复杂。对吧？这局你可以看到剑姬其实它的作用其实很大，但你到最后你看他连评分都没有，就是因为他没团战的他团战的那个什么次数太少了，比例他那个数据。这一波其实不要去管，直接单带就可以了。把这个，这里终于会弹到了一次。对面射手在打野，应该不会回来了吧？想尝试一波，但好像有点痛。这波不知道在干嘛，纯犯病。队友拿了龙，人头送了，然后推不了。要不是剑姬去把下路水晶给推了，就是那个外塔的水晶，不然超级兵又没有。这一局的话，他第一局是最后一件想做狂风啊。其实最后一件看你自己需要什么，就是比如说这局顺风不好追别人，但对面有阿离这种位移太多不好追，那你就可以做个狂风之力，对吧？
哎呦，来了 ，Q 戳一下，对方敢回头，但再戳一下 W， 抵消一下伤害，戳2下就疼的要死了。哎呀，又送一个。只是就是说这局的话，队友就完全可以在中路或者下路去给压力，然后上路让阿离那个什么剑姬去单带，然后这个小火龙一直在边路，一直在上路去，一直在带线。小火龙，哎，刚说完，这小火龙已经他的被动已经叠出来了，是吧？伤害就是高啊。然后射手又送了 ，very good。这条火龙的话，那这条小龙的话应该是打不了了。这个龙要强行要的话，好像对面也不想要，那拿了也可以。对面也不要，因为两边都有小龙的，所以龙魂没了。哦，这边天布找了个大招，很好的机会啊！对面有点放，哎，这属于有点犯病了。守龙的时候不守，然后现在跑过来，我感觉对面疯了都。这波线上如果阿里敢在脸上的话，就直接突他。直接让队友拿龙就行了，这边有射手，哎，这边直接可以赶过去都可以。线上给对面那个压力，射手压力，得有狂风才打得过，不然粘不住对方。对面伤害太高了，剑姬扛不住伤害的。所以我是说他正面根本就打不了，就他很难打正面，不是说完全打不了，除非你真的能找到那种特别好的切入时机。哇，队友又送了6，来搞笑的，拿个大龙然后送个大的，拿条大龙就送大的，还好小火龙兜底，哎，小火龙，那这样的话就直接一直带就行了。小火龙在中路应该会被阿里找机会切的。哦，不对，他来直接找这个剑姬了，发现剑姬威胁更大一些。舒服，超级兵3条兵线，直接拆塔就行了。那行，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续还有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